今天终于又吃到了一家满分店铺，好不容易啊！我算是直接吃顿悟了。就是好的寿司店靠的并不是浮夸的装修，而是要看师傅的技艺高不高超，还有食材的搭配方式。今天不是崴了，今天是纯寿司。这家店现在在日本的100家名店里面直接冲到了前10名，所以才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而且它还不是米其林，我就更好奇了。来细细看吧。しました。はい、しました。失礼します。はい。人多いね。后边年迈的那位是今天的主厨，旁边这位就是他徒弟。我看他就在旁边疯狂的开生蚝。今天的第一道前菜是3个小菜，看到这个毛豆我还是有点疑惑。这就是普通的毛豆。然后这个小菜我很喜欢，就是腌制的鱼肉上面配了一坨梅子酱。就是梅子味道的腌鱼，特别爽口。接下来的刺身还挺有仪式感，就是师傅切好了之后会一片片放在你面前。第一个是鲷鱼卷的什么什么草，草本味很重，吃起来很清新，翅背就很有嚼劲了。我称它为荤海带，你们懂那个口感吧？脆嫩脆嫩的。然后这个应该是青花鱼，它的做法很不一样，很浓的烟熏味，就像那个干木柴烧起来的味道，搭配着一点小葱，特别香。然后是老朋友茶碗蒸蛋，料都是藏在下面的，是扇贝肉和鸡腿肉，老朋友还是这么好吃。然后接下来上了一份我巨吃不来的菜，生的生蚝。不过还好的是它没有很腥，但我就想问，你们喜欢吃生的生蚝吗？我反正有点吃力，还好，就是生蚝的味道。幸好下一道菜是个熟菜，煮的金目雕和一些蔬菜，看到金目雕像看到了救星。这种小鲜笋也很好吃。吃完这个就正式进入我们的寿司环节了。这种看着自己的寿司一个个做出来的感觉还真不一样。第一个我以为它是某种鲷鱼，然而它并不是，因为这个寿司油巨多，甚至还有点和牛的味道，脂肪好多啊。此个オトロでございます。オトロ就是金枪鱼脸上最肥的那个部位，它真的很肥美，但是一点都不油腻，而且师傅还在上面刷了一层甜酱，所以那个金枪鱼脂肪的味道就变得更加的鲜美了。接下来这个是柠檬章鱼寿司，章鱼本身是没什么味道的，但把它烤了之后再配上一点柠檬，口感真的提升了很多。然后这个青花鱼还很惊喜，它上面有一层果冻，那个是无花果口味的，又吃到了清奇的搭配。接下来就是海胆寿司了，第一个是蟹肉海胆寿司，长得就非常的好看，感觉蟹肉好多呀，海胆也是刚才才掏出来的，你吃的时候还得用手把它推进去。然后这个是海胆卷，虽然其实并不用一口吃，但我就是想体验一下海胆充满整个口腔的感觉，过瘾。接下来是金枪鱼的秋托罗，没有刚才的オトロ那么肥美，但是口感更好。这个好像是烤某种贝类，吃起来微微泛甜，好吃。最后又给我们上了一份厚蛋烧和一份金枪鱼刺身，哇，这2个吃完就已经饱了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压轴还来了一份烤鲍鱼，甜品的话是抹茶和巧克力大福。这家店我还能说什么？阿基推荐指数10分，就是不同，卡玩意儿。今天发现这家寿司店满足感特别高，这一顿寿司就吃了20种海鲜，所以夏天不吃寿司吃什么？吃寿司跟吃河豚是我最开心的时候。今天这家店又是在京都找到了一家100年老店，不是吹的那种啊，他们家是真的开了125年。不过就是这种店很难进去，就到了京都你会发现，你的钱根本没有任何的卵用，这种餐厅你不提前1周预约根本进不去。哦哟，我看你有好歪。すみません、6です。这个就是一会儿放寿司的盘子，这位是大将的女儿，旁边那位就是他儿子。然后我突然反应过来个事儿，为什么寿司师傅没有女性啊？而且大将为什么都没有头发？他们年轻的时候应该是有的吧？你看他儿子都有。哎，好了，我废话太多了。第一个就是一个很贵的寿司，比目鱼寿司，它肉质白嫩，脂肪很少，1.7%的脂肪率，所以才是第一个上的寿司。紫苏啊。第二个就是鲷鱼了，它上面切了很多刀，是要锁住酱油，所以这种店一般是不用碟子蘸酱油的，因为师傅会帮你全部调好。刚才这个还有点梅子酱，是酸甜口味的。然后是刺身，特别大一片，而下面的米饭只有一点点。师傅说寿司里的米就是为了衬托肉的鲜美而存在的。然后这个是今天的王牌之一，金棘鱼，是一种非常非常昂贵的深海鱼，它就是肉厚脂肪多，而且那个肉还很有嚼头，像一块脂肪口香糖，太有嚼劲了。接下来是竹荚鱼，日文读作阿吉，也是我的日文名。这个鱼一般是用来烧烤或者做鱼油罐头，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鱼，所以现在相当于是我吃我自己。然后接下来这个才给力，龙虾尾寿司，它是把龙虾尾对叠过来，中间夹了一小块米饭。如果这都不算爱，那您出门左转吧。哇，杀肉好多啊！这寿司，鱼子寿司是我最讨厌的寿司之一，齁咸，可能是我吃不来吧。接下来又是很厉害的一种金棘鱼，头黑金棘鱼，就这个鱼更贵，应该算是寿司鱼类里面最好的一种。普通寿司店一般是没这个鱼的。上面那个是金棘鱼的肝，然后加了几根小嫩葱，这就是一个艺术品。金棘鱼的肝是茶味儿，肉质就是深海鱼独特的香嫩。好的，接下来是章鱼肉，又是一个锻炼咬肌的东西，跳过吧。哎，鲍鱼我就很喜欢了，脆嫩脆嫩的口感，这个我可以吃10个。上面涂了一点酱油和柚子醋，特别的爽口。然后是盐海胆，就是吃进去的时候还有那个盐的颗粒感，加点盐会显得海胆更甜，好吃。然后是翅背寿司，这口感特别丰富啊，就上面是脆的，下面是软嫩的。师傅在上面涂了一层甜甜的照烧酱。然后这个是毛蟹的肉，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，不是太小一口了。接下来是鳗鱼卷，它是把鳗鱼翻过来之后卷了一层米在里面，真的是一大片的鳗鱼。鳗鱼的腥味特别重，就很香。紧接着就是鳗鱼鸡蛋烧，它是把鳗鱼切碎之后加在鸡蛋里面，这个厚蛋烧特别的 Q 弹。吃完这个就是最后的重磅炸弹，金枪鱼的オトロ，3个字形容，全是油，特别的过瘾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无敌。卡玩意儿，今天我们终于又吃到了一家满分寿司店，这种店真的太难得了。
吃这家店之前，我一直觉得那个黑色的寿司很怪，吃了之后我真的很想感叹，这简直就是日本寿司界的一个新高度啊！它是东京新开的一家会员制的餐厅。又到吃寿司的日子，今天就来一起看一下秋天的第一个满分店铺是什么样子。这次我们又是在麻布十番这个网红地啊。进店的时候还要输入自己的预约码。为什么吃饭要这么严格？很切开饭之前大家还要一起上一课，主要是讲的他们的烹饪方式跟原材料。可能黑色的寿司大家都是第一次看，前菜都是一些很开胃的东西啊，就是想让你待会儿能够多吃一点，非常实在。这是鱼子荞麦面，酸酸咸咸，确实很爽口，虽然它只有一小口。然后是烤扇贝肉，用一片海苔夹起来的，它这个个头还真不小。海苔那个微微的咸味儿，会把扇贝肉的甜味儿衬托得非常明显，特别的香脆。这种餐厅一般大家看到你吃好了之后，就会开始给你做下一个菜。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寿司，金枪鱼刺身。它这个米其实本来是白色的，只不过涂了活性炭跟醋。你们都知道日本寿司的米其实没有浓郁的香味的，因为就是怕米香盖过肉的鲜感。它这个是用米酒蒸出来的鲍鱼，下面那个酱特别的好吃。它是把鳗鱼干磨碎了之后，加了一点芝士进去。哇，神奇的鲜味，就是爆干的茶香加上芝士的味道，我感觉像在吃巧克力酱。又上了一份啊！然后这个是金枪鱼里面最好吃的部位，秋头喽，你们就当是鱼里面的和牛好了。看到这个雪花了吧？这个就是金枪鱼才有的肥美。下面那个是海带末，刚好中和了脂肪的油腻感。哦，接着这个菜又很厉害，它还在炸的时候我就闻到味道了。松茸海鳗天妇罗，就是松茸中间夹着一块海鳗，裹上面粉之后丢到锅里炸出来的。被炸过的松茸味道特别的大，连鼻腔里都是蘑菇的味道。松茸三明治，你们看到师傅正在切的这个牡丹虾了没？配上虾卵之后刷了一层薄薄的酱油。其实虾卵本身没什么味道，但它让整个寿司有了颗粒感，吃起来更爽了。我现在整个嘴巴里面都是这一只虾，喝口汤缓解一下。然后这个黑色的是关东煮里面的萝卜，黑色的成分是活性炭哈，下面铺了一些帝王蟹的蟹腿肉。它真的就是那种淡淡的咸甜口味，但是那个味道又会在你的嘴巴里面缠绵，很温柔的味道。其实我们下面还有很多菜，但这个真的是我第一次要分上下集才讲得完了。那我们明天继续看玩意儿。上一次的满分寿司一时没把它讲完，因为这家店的大酱实在是太耿直了。但上一次其实我们只讲了一些无实包筋的东西，今天是正儿八经的吃黑寿司。我发现我废话真的好多。在嗦完了那一碗很美味的黑色关东煮之后，大酱就开始给你做下一个寿司了。看那个肉的花纹应该是 otoro， 你们看这个手法，看得我很爽。但好像又有很多人在问我 otoro 是什么东西，其实啊就是金枪鱼肚子上靠近脸的那块肉，因为太肥了，所以就叫大鱼腩。会加一点烟熏的味道。我发现这种很肥的鱼肉就和那个黑米的醋酸很配。接着这个是金木雕寿司，这个鱼胶原蛋白特别丰富，所以你嚼的时候甚至有点像在嚼猪皮。那它的皮下脂肪还是很鲜美的，上面是加了一点柠檬皮的碎末，所以吃起来挺爽口。然后是这个，哇，我超喜欢这个烤北极贝，大家只是把它的边缘跟表面烤了一下，它里面的还是鲜嫩的那种。好有嚼劲！我发现贝类嚼起来都特别的解压。然后这个鱼是芝麻鲷鱼，其实就是那种没什么味儿的鲷鱼，很清淡的口感，但是里面加了很多的芥末，吃完整个人都很精神，大酱根本不会让你停下来的。这是涂了一层照烧酱的血渍，鳗鱼的近亲，但是口感更弹。薄荷的味道，因为是草本里面提取出来的糖分，所以还有淡淡的草香。接着看样子是要卷起来了，它这个真的是卷了一大坨金枪鱼肉末，最后点缀一些酱油，这种手卷的饱腹感特别的强。海苔的咸甜味就很衬托金枪鱼的肥美。大酱看我们吃的很开心啊，还拿出了店里的极品海胆，这么大一坨，我手里拿着这个好像都不止一个海胆，而且它特别的香甜。卷完海胆我们就该卷鱼子了。三文鱼鱼子的特点就是汁很多，每一颗都很饱满，反正就是会在你的嘴巴里噼里啪啦的，又是解压新方式。我们好像把大酱吃高兴了，大酱现在把它的各种存货都搬上来了。大酱说这个菜没有那么硬，它是黄瓜加酒糟，它其实长得更像一个前菜，吃起来的味道很像那个木糖醇，大大泡泡糖的味道。然后是青花鱼寿司，腥味特别重的一种鱼，但有人也觉得那个味道很香。那比如我，对了，梅子酱和它味道也很配。最后一个寿司是鳕鱼子寿司，这个东西真的很贵，但是你也不能说它味道有多好，它特别的咸，但是吃完之后嘴巴里会有种回甘。我们还是直接吃甜品吧，这个是一小杯米酒，还是很浓的那种，淡口闷了。这个甜品我很喜欢，应该是某种红豆寒天，吃进去之后是软糯的微甜，还是想夸一下这家店对甜的把控，精准又温柔。最后一个甜品是蛋卷，加了活性炭之后就是黑色的，里面的油水还很丰富。最后的最后还给我们展示一下他们家引以为豪的这个黑色炭，虽然喝起来并没什么味道，但这一次的探店体验真的是非常的开心。这是他们家的会员名单，有没有看到几个熟悉的明星？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10分，特满足，卡玩意儿。今天去的这家是直接把爷给吃笑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再跟我上前菜，我要生气了哈。你说前菜好吃也不能上这么多吧？这光前菜就吃了我2个小时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 Z， 今天就突然很想吃那个，又到了吃寿司的日子。这家看网上评分好像还不错。すみません。你美的这种稍稍高级一点的餐厅一般都是没有图片的，非常少，但是师傅非常帅，所以我们就点了一个omakase的套餐。omakase套餐意思就是指你爱上什么上什么吧。不过桌上也有写一些本日的食材推荐。第一个前菜是2颗螺丝，其实这个肉还挺多的，很浓的海盐味。作为小菜的话，味道其实还可以。接下来这个就比较重量级了，生的白子。我其实是有一点不敢吃的，视觉上面过于震撼。主要是这个它还是生的白子，生白子。
就是那个胆固醇的味儿特别重。但是有一说一，它是好吃的，一点点鸡肾的味道，再伴着一点酱料的酸甜，其实我还挺推荐的。接着还是一份长相十分震撼的菜，海胆章鱼丝，就是把海胆炸成酱之后，和生切的章鱼丝混在一块儿，其实就是海胆的味道，还不如直接给我上一份海胆。然后这个是我今天非常喜欢的一道菜，甲鱼汤，它端上来特别的香，就那个甲鱼的油都在泛光，而且肉也不少，味道还特别的浓郁，甲鱼皮也还是很 Q 弹的那种。这个菜可以说是今天的极品了。接下来是刺身，一共是6种海鲜，然后里面的这个是紫苏叶的宝宝，吃法的话就是紫苏叶卷一点肉，然后再加一点萝卜丝儿和这个种子，卷起来一口吃的话口感会很丰富。甜虾就是越吃越饿，鲷鱼和金枪鱼就不用说了，厚切的真爽。里面我最喜欢的是青花鱼，虽然鱼腥味确实很重，但是吃起来巨香，味道特别大。然后又给我们上了一道组合菜，鲍鱼刺身加鳗鱼烧。鲍鱼的话可以蘸一点这个鳗鱼的干，是一种苦茶的香味儿。鳗鱼是烤了之后凉拌的，这个倒不是重点，它下面那个黄瓜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手工真的可以把黄瓜切成这个样子吗？吃完这个又是一份汤，这个真的是一家寿司店吗？而且这么小一碗汤还重新配了餐具，实属有点夸张了。不过他家汤为什么都这么好喝啊？然后是一份西京烧烤鲷鱼，是一种甜口的烤鱼肉，味道香香甜甜，上面涂的那个应该是蜂蜜。接下来你想不到吧？我们还有前菜，我真的要生气了。茶碗蒸蛋，里面是一坨很大的蟹肉。2个小时过去了，我们终于吃到了最后一份前菜——海老味增汤。这碗汤下肚之后，我也已经忘了我今天是来吃什么的了。直到服务员端上来一盘寿司，从未这样期待过寿司。这家店的经营理念是不是先让顾客饿2个小时，这样最后的寿司就显得无比的美味？像那个青花鱼寿司，鱼肉已经把米饭完全包裹住了，蘸一丁点酱油，特别过瘾。海胆寿司还是寿司之王啊！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进门我们就先来一个刺身拼盘，不愧是高级寿司店，这种一次性筷子的造型都这么奇怪。我们还是先来尝一下前菜，海参油豆腐，是一种爽口的甜味儿。再来试一试拼盘里的鲍鱼，这个鲍鱼也是生的哦，我才知道原来生鲍鱼是这么的脆，而且我感觉这种鲜美的味道其实比煮的还要好吃。薄切的鲷鱼还是那么美味，只用蘸一丁点酱油就好了。三文鱼的话，我喜欢多蘸一点酱油，再加一点芥末，这样就可以盖过三文鱼的油腻。蟹腿肉也上来了，哇塞，你看这个肉有多少，终于不是假的蟹肉了。别的刺身吃完之后，我们就吃主菜吧。这么大个海螺里面的肉只有一点点，我也是服了。烤鱼的味道也不错，外焦里嫩，但我最爱的主菜还是和牛。吃完之后，寿司拼盘也来了，海胆寿司永远都是最好吃的。不过这个虾嘛，我就不吃了。最后又一碗鳗鱼汤收尾，满足了。大块的鳗鱼和香菇一起炖，真的太妙了。吃完之后发现账户里面还有点余额，我就想做一个很不成熟的事儿，趁着还有钱，我们要不去逛一下泼辣吧？因为是第一次来逛这么贵的牌子，所以我就直接让服务员推荐了。在试用了几款产品之后，最后买了一瓶黑爸的化妆水和一瓶洗面奶，我的心都在滴血呀。这个洗面奶只要一点点就可以搓出很浓密的泡沫，而且洗完之后脸上也不会觉得干。然后黑爸的这个生命水每次也只用按2下，质地有一点点粘稠，但感觉渗透力很强，吸收特别快。其实我觉得它的定位就是精华水，晚上也可以当精华用，保湿的效果真的不一般。我去查了一下生命水的独特配方，里面的黑科技还可以延缓皮肤衰老。对了，千万不要用化妆棉哦，直接涂抹的效果是最好的，主要是还有这个味道，我觉得它这个香味就像伊势丹里面富婆的体香，好香啊，味道真的是太富贵了，我还意外的觉得挺值。卡玩意儿，寿司一直是我最喜欢的日料。今天我们摊的这家既不是米其林，也不是什么路边小摊，进店先来一份金枪鱼的脸和头。我第一眼看上去还以为是牛肉，头上的肉脂肪很少，没有一点鱼腥味，脸上的肉就稍稍肥美一点。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脸。金枪鱼刺身来了，鱼身的肉是一定要点，鲜甜没有腥味。正好我们的汤也上来了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用鱼肉做的鱼丸，里面居然加了杏鲍菇和海带的碎末，怪不得口感这么清奇。然后这碗汤用的材料大家可能看得出来，我就不说了啊，只能说味道又鲜又腥。喝完汤再来品品这个白章鱼，我感觉我在嚼一坨胶泥，口感太奇怪了。甜虾也上来了，甜虾的口感就是浓稠鲜香，百吃不厌。喜欢虾的话也可以再来一份红虾，红虾的口感非常 Q 弹，回味无穷。当然怎么可能少得了炙烤鳗鱼，这是他家的顶级特色，厚切鳗鱼寿司，这个我真的太馋了，一整块鳗鱼，一口还是很难吃完的。趁着我们还没有腻，三文鱼安排上，不得不说这家店的寿司肉还是很多的。对了，青花鱼和生姜一起吃真的太美味了，如果吃了这么多都没吃饱，那就点一个烤鱼寿司吧，特别管饱。好啦，你们爱吃什么样的寿司呢？卡玩意儿，今天买的是711的鸡蛋肉末盖饭，先煨个锅。刚才被叫到办公室说吃饭的时候不能太张扬，那我就一脸不张扬的吃饭吧。我还是第一次在日本吃这种肉末便当，厚厚的肉末看起来还可以，肉饭比例大概1:1吧，但说实话我感觉这一小盒根本吃不饱，日本人真的太斯文了。所以我下了班就马上跑过来吃这家元祖寿司，是日本一家超便宜的连锁寿司店，比之前我向大家介绍的海鲜三七感还要便宜。先来一盘樱花卷，像这种回转寿司店在日本其实很多，价格也都差不多，大概就是7块到10块钱一碟的样子。如果回转盘上面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，可以直接跟老板点。这种寿司的里面一般都是放了芥末的，如果你不太会吃芥末，就会像现在这个样子，眼溜花都给我弄出来了。
反正我现在是每次吃之前都会把里面的芥末加一点出来，要不然脑门都会被芥末炸开。好的，最后一块，最后一块，最后喝一点抹茶。每个座位前面都有放这种抹茶粉，直接兑好就可以了。吃了9盘18个寿司，60块钱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